你知道在日本跟團一日遊的體驗是怎麼樣的嗎？跟着我的鏡頭開始今天的旅行吧。大家中午好啊！報了一個高山和白川鄉的一日遊路線，然後現在呢準備去那個高山早市。因為天氣不太好，有點小雨。那這邊環境倒是蠻好的。現在是去的路上。在日本有一些景點的公共交通不太方便，但是如果你又想去打卡，那報個一日團就是最好的選擇。我這次選擇的就是高山加上白川鄉的一個一日行程。一般報名成功之後會統一在某一個地點集合，搭乘大巴出發。說是旅行團更像是拼車自由行，整體的節奏還算是比較自由，但是呢比較緊迫。行程從早上8點半一直到傍晚6點半。第一站呢，我們就要來到的是煙火气四出的宮川早市。然後我們現在的位置是在高山別院，然後現在是要去那個早市。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宮川早市。下雨了，带大家逛一下這個早市吧。在這個早市旁邊有一個小湖呢，還蠻清澈的，應該不能下去吧？啊，他們從那邊可以下去嗎？人還挺多的，都是旅遊團來的。這邊啊，開發的景點是蠻成熟的。去逛早市，然後再去逛其他地方，因為這裡營業到12點左右，甚至更早。然後在早市上呢，你可以看到一些當地的人在售賣的一些家裡制作的一些鹹菜啊，然後當地的水果蔬菜，然後還有一些小的工藝品等等。会有一家比較推薦的店啊，大家不僅可以在早市看到，也可以在老街上找到。是賣筷子的店。因为筷子和桥在日語裡讀音非常相似，所以就有那個人和神明溝通，然後可以溝通精神的這樣的寓意。大家看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高山早市，這左邊呢就是早市，那河的右邊呢就是普通居民樓，整體景色還是不錯的。今天雨有點太大了。點一個飛彈牛肉。這上面這個像不知道是不是魚子啊？可能是魚子哦，很香。我觉得有點不習慣，因為呢，它這牛肉是半生的，只是用那個火燒了一下。跟大家說呀，跟它那個飛陀牛肉是什麼口感？因為它做的是半生的，只是上面燒過而已，所以我整體來說有點不太適應，因為日本人喜歡吃生食嘛。所以它會有一點那種牛肉它的本身的那種生味，還有上面那個像魚子一樣，它是有一帶點微微的腥的，所以要看你個人能不能接受這種口味。我覺得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，所以我覺得還好。去前走，然後去那個古街吧。現在是過來古街這邊看一下，附近有沒有吃的，然後逛一逛。這裡也是小吃啊。伴手禮一條街吧。大家一定要去逛的地方就是高山的老街，因為裡面有很多江戶時期的建築，我們現在看到的和300年前的幾乎相同，因為保存的非常好。這條就是他們的古街，高山市他們稱小京都，因為我沒去過京都，所以我也不知道那邊到底是怎麼樣的。那我看房子還可以，挺有意思的。我跟你們說，我看到這裡房子，你知道想到哪裡嗎？想到我老家福建了，福州的那些古房子啊。其實有點像的，我等會給大家放一個視頻給大家看一下。其實他們這邊也有一點那種日本的那種小橋流水的感覺。走到古街旁邊這一條街，感覺要安靜很多。還是要逛一下旁邊那種安靜的小街，我覺得更有意思。房子呢，其實也都差不多。那邊的古街應該算是外圍的地方吧。這是一家做和服的店吧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現在不知道走到哪裡了，就是從古街過來，然後現在好像走到那個早市的後面了。然後看到這邊景色感覺還不錯，看有流水、小橋、人家，日本的小橋流水人家。看到一隻牛肉拉麵店，感覺價還可以啊，去試一下吧。上來了我的牛肉麵。上的是生的牛肉，我給它燙一個。清湯拉麵，日式拉麵就是比較有嚼勁 ，Q 彈，我這樣有點吃不習慣。
好鹹吶，吃不來。主要是日式這邊拉麵的湯底為什麼都這麼鹹啊？吃完了，走，再要回去了，真的太趕了這邊。然後現在是12點，差不多15分，我們1點05分就要回去。前面這個是幹嘛的？什麼的？18歲未滿禁止入內。原來是一家射擊店。前面有家叫什麼高山昭和店，對於他們來說就是復古店了。哦，他們的復古店賣這些東西的，看來他們的童年好像比我們要豐富一點。日本這邊也流行一些復古啊，你看大家這樣復古店，感覺全世界的人都一樣無聊。哇，路邊小花小草，這裡是民居啊。再往上走就到剛剛那個高山市這邊的一個古寺。這個寺廟的停車場就是我們今天的集合點。到達這裡之後呢，我們即將前往我們的下一站白川鄉的合掌村。我們停留30分鐘左右，先去拍照点拍照，那裡有個最好的拍照點，拍到整個合掌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下午好啊。現在在白川鄉的合掌村的這個展望台，然後現在這邊人還蠻多的。那風景其實挺好的，但就是人有點多，很難拍到全部。我一直拍哦。現在下山來了，然後準備過這個橋，就去那個合掌村。走這個吊橋，看着有點危險。原來不是吊橋，是石頭橋。说那合掌皂是為了保暖才做的，是吧？對，是因為保暖，然後就是雪這樣落下會就比較容易落下嘛，因為它有時候下雪會下到2-3米。哦。然後還有的上面會養蠶什麼的。這裡比較適合冬天來，因為冬天會下雪。雪的話，然後白雪皚皚的，我看到那個圖片很漂亮。哦，還有一些咖啡廳啊。前面也是像神社一樣的地方吧，一個寺廟明善寺。哦，很近距離參觀一下這個合掌寺，一個合掌的房子。看上面已經開始長青苔了，都是下雨啊，還有冬天啊長出來的。哦，這個非常迷你的合掌。可以看到它的構造，下面這種小屋哦，跟國內的那些其實差不多，就是上面那個房頂比較特別，就是為了冬日裡面防寒保暖用的。它是因為它那個雪呢，可以從這旁邊落下，然後上面聽說還可以養蠶，是世界文化遺產來的。這也是個小鄉村，其他有很多房子都已經不是這種合掌皂的形狀了。小溪已經乾枯了。再看在我的身後呢，就是日本的合掌皂的這三個房子吧，就是非常多人來這邊拍照留念的，就非常有名的。看，景色還不錯吧？今天的人也不是很多。我們這邊下水道都挺有特色的。都是按當地的特色來做的。啊，看不到。好，路過一個神社，就是非常日本的那種風格。這個是那個忘記了它叫什麼，八方宮。应該是挺多年前的，上面你看都已經有那種青苔了。慢慢要下雨了，應該是挺有歷史的一個神宮了。還有獅子。天黑了，下雨了，準備走了，拜拜。
幸運的是，在回去的路上，天也開始慢慢變晴了。那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啦，感謝大家！如果大家喜歡我的視頻，還希望大家可以點讚、訂閱、關注加評論哦。感謝大家，拜拜，下次見。